今天我们拿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机器 ，ROG 掌机。哎呀，掌机这个市场呢，去年是被 Steam Deck 卷了一下，用一个很给力的价格和独到的系统体验惊艳到了各位啊。那现在我们熟悉的败家之眼 ROG 也来卷掌机了。它搭载了 AMD 最新的 Zen Extreme 芯片，性能是很有看头啊，而且在外围硬件设计等方面呢 ，ROG 这一次也做了一些有趣的选择。想知道这台 ROG 掌机到底是什么样的表现吗？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告诉你答案。既然是掌机，那自然是少不了小身板了。这个大概是 ROG 做过的最小的一台 PC 了啊，7英寸的屏幕，608克的重量，甚至比 Steam Deck 还轻了60克啊！虽然对于一台需要拿在手上玩的设备来说，这600多克，哎呀，还是有点重的啊。但得益于握把的形状和防滑设计，它的握持手感其实还不错。ROG 掌机的整体结构和 Steam Deck 是类似的，但按键布局很不一样。它采用的是 Xbox 式的非对称布局，拇指还是比较容易接触到摇杆的啊。按键手感上面呢，它的 ABXY 键的行程比较长，回弹力度明显要比 Steam Deck 更大，感觉更接近 Xbox 手柄。方向键倒是类似于 Steam Deck 吧，都是比较肉的那种感觉啊。肩键反馈干脆，霍尔扳机的行程很长，这两个的手感都很不错，类似于 Xbox Series 手柄吧。那我觉得整体操作感受上呢 ，ROG 这台掌机确实要比 Steam Deck 更舒服一点。这个机器的摇杆并没有用上霍尔摇杆，那这两个摇杆呢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吧，除了底下的 RGB 圆环。哎呀，这可是 ROG 呀，怎么能少得了灯呢？是吧？这 RGB 可是能够提升30%的性能的。那中间的这块7英寸的屏幕也是有点看头的，因为这是一块1080p 120赫兹的 LCD 屏，响应时间7毫秒。游戏能不能跑到120，我们另说啊，但是它至少呢是给了你这个高刷玩游戏的选择了嘛。屏幕素质上呢，这块屏的色彩表现姑且算是正常吧，95%的 sRGB 色域覆盖，色准平均 Delta E1.22，蓝色有一点偏色，其他颜色似乎都还不错。好在这块屏在一个对掌机来说很重要的方面做得挺好的，就是它的峰值亮度可以超过520尼特。对于掌机这种可能会带出去用的设备呢，屏幕亮一点总归是没有坏处的嘛。屏幕两侧提供了4个功能键，上面2个就是 Xbox 手柄的加减按键了。右边下面的这个呢是切出奥创中心，而长按之后呢，它会给你一个按键布局的说明。左边这个可以切出这台掌机的快捷菜单啊，不管是调亮度啊、切换性能预设呀，还是切换手柄和模拟键鼠啊，或者是开关 OSD 啊、实时锁帧、切换分辨率、刷新率啊，再或者开 RSR， 也就是 AMD 驱动层面的 FSR 啊，这个菜单的功能还算是丰富的。长按这个键呢，就相当于是 Control 加 Alt 加 Delete。对于一个 Windows 掌机来说，这个任务管理器嘛，绝对是你必然会用到的东西嘛，啊，懂的都懂啊。说到快捷键啊，还有一个我觉得它做的不错的地方，就是它的 BIOS。开机的时候按住音量减键，你就可以进 BIOS 了。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它这个 BIOS 你是可以完全用手柄按键来操作的，甚至 UI 图标这一些都对手柄做了适配。想在 BIOS 里动任何设置，你完全不需要外接键鼠，直接就可以调得了啊。这个细节还是挺不错的。接口方面 ，ROG 提供了一个3.5毫米的耳机孔，一个 TF 卡槽，以及一个外接显卡拓展坞的接口，带一个 Type C。说实话，接口是有点少的，要是能够再多一个 Type C 或者多一个 Type A 就好了。原装适配器是65瓦 PD 的规格，那我试下来好像也只有华硕的官方头可以触发它的最佳能效，但其实你拿第三方的 PD 头也一样能用。即便它提示你电源不对，我们实测也并不影响你的处理器 boost 到50瓦以上的功率啊。好了，简单摸了一下这台机器之后呢，我们就得上正餐了。你就不好奇它里面长啥样吗？来，我们把这台 ROG 掌机拆开来看看好了。应该说拆还是比较好拆的，6个螺丝一卸就下来了。有一说一啊，这个内部做工还是挺工整的，而且配色呢就很 ROG 是吧？底下这一块呢是40瓦时的电池，左右是电芯，中间是保护板。说实话，这40瓦时的电池并不算大啊。中间保护板这里呢，其实也冗余了不少空间啊，什么都没放。我觉得要是能塞更多的电芯就好了。取下电池，这个底下呢是俩巨大的扬声器，毕竟外放对于掌机来说也是蛮重要的嘛。而两侧的手柄啊都有独立的子板和主板相分离，散热部分是一个双风扇单热管的设计。对于一台7英寸的掌机来说，这个散热算是挺豪华的了。咱们先开散热来看啊。
左上角这一块呢是网卡，联发科的 MT792，而下面这一长串的散热贴底下藏着的就是16G LPDDR5 6400内存了。主板上提供了一个230的 M.2 硬盘位，出厂只提供了512G 可选，想要更大的容量啊，你就只能自己换了。这台测试机用的固态呢是美光的2400，但 ROG 的人说上市之后会换成西数的 SN740。而中间这一颗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 ，AMD 新推出的 Zen Extreme 处理器啦。听着这个名字，是不是感觉很奇妙呢？难道这是专门定制的芯片吗？哎，那倒也不是啊。其实啊，这个 Zen Extreme 呢，基本上就等于是7840U 的掌机特化版，它的电压曲线啊略有不同，并且砍了 AI 单元，但除此之外，它的硬件规格就是7840U。这颗芯片采用了台积电4纳米打造，面积185平方毫米，比 Steam Deck 上那一颗要大一些。那考虑到它的硬件规模，我觉得这个密度啊已经是非常高的了。CPU 部分用上了最新的 Zen 4架构，提供了8核16线程的规格，单核 boost 频率最高可以到5.1G 啊。Zen 4加4纳米工艺，这个 CPU 的能效很值得期待啊。另外一个让我比较关心的就是核显了。这颗 Zen Extreme 搭载了最新 RDNA 3架构的12CU 的核显，并且得益于4纳米的工艺啊，它的频率也是有所提升，可以 boost 到2.7G 赫兹了。本来680M 就已经是核显之王了，这一代又换架构又超频，能不能再更强一些呢？我还是挺期待它的游戏性能的。落实到具体的功耗档位上呢，这台掌机提供了3档可选。安静档下，处理器长期功耗9瓦，性能档15瓦，增强档不插电是25瓦，插电是30瓦。短期 boost 还可以到更高，最高能够到53瓦。当然了，也就维持个几秒钟吧，然后就会降到40多瓦，然后再坚持个大几分钟之后呢，降至30瓦，长期功耗。它的这套散热，我们烤机半小时实测下来，压出30瓦是没什么问题的。30瓦下的温度啊，基本上也就维持在80度出头吧。对于一个掌机来说，这个散热算是不错的了。和 Steam Deck 一样，它的 OSD 里也非常贴心的告知了从电池取电的实时功耗，也就是整机功耗。那我们很方便的就能算出各个档位下的游戏续航。那像安静模式的话，9瓦的处理器释放，整机功耗大概在14瓦左右吧。那全程满载的情况下，游戏大概可以坚持3个小时不到。性能模式15瓦释放下呢，整机功耗我们测下来大概在24瓦左右。那游戏差不多有1小时40分钟左右的续航吧。那如果你增强模式25瓦全开的话，整机35瓦，那就只有1小时出头的续航了。我们在 Steam Deck 那期视频里就有聊到过这个问题啊。应该说这一类 PC 掌机要想在实用性上彻底赢过 Switch， 续航仍然是最有待改善的一环。行了，我知道你们在期待一些什么，肯定是性能嘛，对吧？这颗 Zen Extreme 到底跑多快呢？咱们也别磨叽了，直接把测试搬上来吧。那么先来看看 CPU。Cinebench R23 的渲染测试 ，Zen Extreme 单核跑出了1783分的成绩，相比 Zen 3架构频率更低的6900HS， 这个单核是强了16%，提升还是挺大的。不过和英特尔那边的13代大核比起来 ，AMD 的单核还是稍微差一点。而到了多核这里啊 ，Zen Extreme 的优势就完全发挥出来了。火力全开的情况下，最高一轮 R23可以跑到平均44瓦的释放，多核跑出了15293分，这甚至要比6900HS 和13700H 在55瓦下跑出来的成绩都要来得高了。这移动端 Zen 4确实还是挺给力的啊。为了进一步的挖掘这一颗 Zen Extreme 在掌机工况下的表现，我们也跑了多个低功耗的档位，绘制了能效折线图。你能明显看出来 Zen Extreme 的这颗 CPU 能效优势相当大。从15瓦到40瓦之间的每一个档位，同功耗下 Zen Extreme 都要比6900HS 强出18%到21%啊！比起英特尔的能效优势就更大了。Zen Extreme 甚至可以在20瓦的功耗下跑出比13700H 30瓦还强的性能啊！这颗 CPU 确实挺适合掌机的啊！而且这个 Zen Extreme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外围非常的节能啊 ，SoC 功耗或者说非核心功耗，很多时候都不到1瓦。作为对比，上一代已经很节能的6900HS，静置的 SoC 功耗都要1.4瓦以上了。隔壁英特尔平台更是轻松超过3-4瓦呀。Zen Extreme 这个1瓦可能还是不如一些 ARM 平台吧，但是在 PC 里绝对是极为省电的了。不过作为一台游戏设备嘛，我其实更关心的是它的 GPU 部分。这颗 RDNA 3的新核显性能如何？我们跑个 Sunny Mark Time Spy 看看好了。
哎，这个显卡成绩好像有点普通啊。ZE Extreme 的 TimeSpy 图形分大概是2892分，其实相比上一代的680M 核显，并没有强太多啊。这个性能说的高大上一点呢，差不多相当于一张初代泰坦吧。那说的现实一点呢，基本上也就等于一个1650 Max Q 的独显，和 MX570啊，还有2050啊这些现在的独显比起来呢，差的还是挺远的。你是不是想说就这？哎，别太着急了啊！这个新核显虽然它的极限性能进步不大，但是它的能效还是不乏惊喜的。而且这个能效啊，我们不光是说峰值下的能效，最重要的是更低功耗下的表现啊。我们测了各种评点，画了一下能效折线图，你能明显看出来，新核显在越低的功耗下，相比680M 的领先优势是越明显的。40瓦的封装功耗，两者的性能相差只有不到9%啊，而到了20瓦下，新核显就要强出22%啊，15瓦下更是强了35%啊。要知道啊，掌机最常用的功耗段就是15瓦左右的，所以我才会觉得，对于掌机这种形态来说，ZE Extreme 这颗芯片要比上一代的6800U 合适很多啊。如果是和 Steam Deck 比的话呢，同样在15瓦的情况下，它要比 Steam Deck 强出40%左右的性能吧。那有的同学就要问了，这个不是台积电的功劳吗？感觉这 RDNA 3的架构好像没有什么提升啊。其实仔细分析完所有的数据之后呢，我们发现也不完全是这样的。比如 ZE Extreme 在20瓦下，甚至是比690HS 跑30瓦还要更强的。但如果看 GPU 频率的话，ZE Extreme 这个时候只有1750兆，其实要比30瓦的690HS 还低不少，频率更低，性能还更强。也就是说，这一代核显的同频性能也是有一定提升的。考虑到我们测试用的两台机器内存一样都是6400兆的频率，那这个提升的来源啊，自然就是 RDNA 3的新架构了。或许你可以说这台积电的功劳确实要更大一点吧，但这并不意味着 RDNA 3就完全没有进步了。不论如何，这一代核显的能效还是很利好轻薄 PC 的。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个能效也就是在集成平台上可以称王。如果你和2050这种独显去比的话，由于独显的 GPU 规模要大得多，能效就有先天优势了。ZE Extreme 这个极限43瓦封装跑出来的成绩，差不多相当于把2050的 TGP 现在25瓦下的性能啊。你要知道 TGP 里还包含显存功耗的呀，所以核显从纵向上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能效提升，但是跟主流的独显还是很难去比较的。另外，如果你好奇这颗 ZE Extreme 的 GPU 放在移动端是什么水平的话，我们也跑了 Wildlife Extreme 的测试，它在满血下相当于苹果 M1，而限制15瓦功率的时候呢，它大概是略强于骁龙8 Gen 2的水平吧。当然了，掌机这种设备因为屏幕比较小嘛，对于图形性能的要求也就没有笔记本那么高了。毕竟真要不够用的话呢，降点分辨率或者开个 FSR， 对吧？你在这么点屏幕上也不太能看得出来呀。那到底它这个性能跑不跑得动各种游戏呢？咱们直接来玩一些看看不就知道了吗？那么游戏实测的部分啊，主要会给大家展示2档预设下的性能，一个是插电30到40瓦满血释放的，另外一个呢也要看一下15瓦离电状态下，也就是掌机最常见的这个使用场景啊。那首先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大表哥2了，这里我们用了 1080P 低画质加性能档的 FSR 2，在插电 boost 到40瓦的情况下呢，游戏是可以接近60帧运行的，还不错吧？有一说一啊，这个体验已经比上一代主机要好很多了。不过大家也知道啊，插电呢主要就是看个极限，掌机咱们更应该关心一下低功耗的性能。好在把功耗限在15瓦下，一样是有不错的发挥啊。虽然大表哥2跑不到60帧了，但也能够以40多帧接近50帧的性能运行，在我看来仍然是比较可玩的水平啊。哎呀，这就让我更加跃跃欲试了。如果我们把功耗进一步的限制到9瓦，会发生什么呢？哎，可惜啦，我们试下来9瓦实在是有点不够用啊，游戏直接掉到了20帧以下，基本上是不可玩的一个帧率了。应该说啊 ，ZE Extreme 这一颗8核16线程的 CPU 还是有一定的基础功耗要求的。整个封装只给9瓦的情况下 ，CPU 甚至还要和同样不小的 GPU 抢功耗啊，这8核 CPU 是根本跑不上去的。很多时候甚至只能跑到800、900兆的频率啊，就对标 Switch 了，属于是啊。那这个时候反而是4核或者6核的 CPU 才是更好的选择。所以我觉得 ROG 这一次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在 BIOS 里提供关核或者关超线程的选项。如果能让我在9瓦这种极限低功耗下只开4个核运行就好了。
那接着我们来试一个难度比较高的赛博朋克2077，这里我们跑了 1080P 低画质加超级性能档的 FSR 2，在30瓦到40瓦的功耗下呢，2077开车基本上可以跑到50多帧，接近60帧啊，开车已经是压力比较大的了，所以30瓦的 ZE Extreme 差不多是可以流畅运行这个画质下的2077了。如果是离电15瓦的话呢，帧数还是会降不少的，开车30多帧吧，有的时候能够到40帧。那我们一直说2077很吃显卡，但是它对于这种便携设备的 CPU 要求也不低，所以15瓦下还是出现了抢功耗的情况啊。当然，30-40帧的2077对于掌机来说已经是挺不错的了。要不我们再来玩一个新出的游戏好了，《生化危机重置版》。卡普空的游戏啊，优化向来还可以，不过《生化危机4》在不同的场景下性能差别非常的大。如果是室内场景的话呢，我们 1080P 加帧率优先的 FSR 30瓦下甚至能够跑到70-80帧啊，甚至更高啊，已经可以利用上这个高刷了。哪怕15瓦功率，室内场景也可以跑到60帧，流畅运行。要光看这些，你绝对会认为这是一个神优化的游戏啊。但室外场景就完全不一样了。30瓦释放，刚刚我们能跑80多帧，在室外就只能跑50多帧了，性能低了一大截呀。限制到15瓦下，则是跑到40帧左右的帧率。不过有一说一，一个掌机能跑出这种表现也挺好了。还有一个很适合在这种设备上玩的游戏就是《二等法环》了。去年我们在 Steam Deck 上玩老头环的时候，还在抱怨性能太弱了，开再低的画质也只能跑到30帧出头啊。现在用 ROG 这台掌机玩就不用那么担心了。在没有 FSR 的情况下，开 720P 低画质，哪怕是压力非常大的这一段跑图，性能全开也可以跑到50多帧啊。那我们也试了一下低功耗15瓦的性能，其实也没有下降太多，一样是可以跑到40多帧的。这个帧率不说很流畅吧，但玩反正是能玩了。我就希望老头环能加一个 FSR 2的支持，这样画质上就不用忍受直接降到 720P 的这种大果粒了。那我一开始关注这一类掌机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能随时随地体验主机大作。好在越来越多的 PS 游戏现在都开始登陆 PC 了。那我这里也试了一下战神，30瓦档位跑 1080P 低画质加性能 FSR 2的话呢，大概能有50多帧，接近60帧吧，体验是相当流畅了。如果降到15瓦的话呢，游戏差不多是运行在40帧出头，也还算不错啊。那像另一个主机移植的游戏《死亡搁浅》呢，优化就更牛逼了。1080P 低画质加性能 FSR 2，满血释放下甚至能够跑到70多帧啊，非常流畅的运行啊。即便15瓦下也可以跑到50帧以上啊。应该说啊，你不仅可以在掌上体验到这些 PS 大作了，而且运行起来至少是比原版 PS4 要流畅的多了。试了这么多的单机，也该试一试在线游戏了。我跑了一下 FF14的 benchmark。30瓦的释放下跑到60帧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15瓦的性能损失好像也不大，一样可以跑到50多帧，接近60帧。那这一下出门在外也能随时随地上班了啊！另外呢，我也试了一下原神，不得不说原神在这台掌机上面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得益于 FSR 2的助力，我们在 1080P 中画质0.6倍渲染下满血释放，就连须弥城这种高压场景都能跑到70-80帧了。打本的时候甚至能够跑到将近100帧啊，这已经可以利用上这块高刷屏了。哪怕是限定在15瓦下，我们在须弥城也一样可以跑到60帧，副本可以跑到70帧以上，算是非常流畅的水平了。既然跑了原神，那新出的崩坏星穹铁道干脆也来跑一下吧。但是崩铁在 PC 端的性能啊，说实话是没有原神好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它并没有提供像 FSR 2这样的优化工具。如果我们直接玩 1080P 的中画质，那在仙州罗浮的这个星沙海中枢这种高压场景，我们就是满血释放也只能跑到40多帧啊，15瓦下甚至只能跑到30多帧啊。要想流畅的玩下去，你就不得不降低渲染倍率了。那就像我前面说的，因为没有 FSR 2，这样直接去降渲染倍率的话，看起来会非常的糊啊。调完之后呢，帧数倒是确实高了不少，但也就跑个50帧左右吧，感觉优化不如原神啊。我们还试了几个模拟器，像 PS3 模拟器的话，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时在 Steam Deck 上挑战的不是很成功啊。神海2只有个位数的帧率，那你们知道这台机器能跑出什么样的性能吗？同样的神海2，它居然能跑到40多帧啊，甚至比 PS3 本机还要流畅了。应该说啊 ，PS3 模拟器这种 CPU 要求很高的场景，这颗8核 Zen 4确实够给力的。而且这里其实还利用到了一个你可能想不到的特性，就是 AVX 512。我们一直说 AVX 512没用，
但恰恰在 PS3 模拟器里，它确实是有用的。那这一代的 ZE Extreme 它就是支持 AVX 512的。哪怕上一代的6900HS 跑神海2也只有30帧不到啊，这一代能上40帧，很大程度就得感谢 ZE Extreme 支持 AVX 512了。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这个还只是满血释放下的性能。如果我们锁在15瓦呢，游戏突然间就不能流畅运行，只剩下电影级帧率了。这个就是 CPU 要求太高的结果啊！毕竟对于这种 CPU 火力全开的应用来说，15瓦下的 CPU 频率那是完全上不去的呀。你少一点功率，性能损耗都会是很严重的。那还有很多同学想看塞尔达的，我也跑了一下这个《荒野之息》的模拟，应该说他玩《荒野之息》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去年我们在 Steam Deck 上跑30多帧，现在 ROG 掌机上满血释放已经可以跑60帧了。而且和 PS3 模拟器不同，这一次我们哪怕把功耗降到15瓦，游戏也仍然有50帧的帧率，基本上玩着还是挺流畅的。如果你觉得这一点性能还是不够用的话 ，ROG 倒也提供了一个选择，就是外接显卡。这个接口前面也讲过了，是用来接 XG Mobile 拓展坞的。那我的手里啊，正好就有一个移动版4090的拓展坞。你要是足够有钱买得起它的话，接上去你的图形性能就可以再快个7倍了 ，Time Spy 可以跑2万多分啊！有一说一啊，由于外接显卡没法支持 Dynamic Boost， 这个拓展坞的性能呢，其实会比内置满血175瓦4090的游戏本要差一些，但也足够我们在 4K 分辨率加适当调整过的画质下玩一些大作啦。那等于你可以出门在外带个掌机，回去呢就插上这个拓展坞玩。哎呀，这个场景想的还是挺美好的。哦，对了，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没测的 ，Gallo Game 的表现啊，这个必须得测一下，对吧？这种掌机当然最适合玩 Gallo Game 了。当然了，这些2D 游戏嘛，肯定就不需要性能了。我们关心的主要是续航。在开启节能模式，并且手动拉低风扇曲线之后啊，我们可以把整机功耗压在8.8瓦左右，相当于4个半小时的 Gallo Game 续航啊，算是能够略微多坚持一会儿吧。虽然还是短了点就是了。好了，今天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来玩这一台 ROG 掌机，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产品是怎么看的呢？我感觉啊，机器本身的特色确实挺多的 ，ZE Extreme 这颗芯片的能效也不乏惊喜，但它值不值得买，还是取决于价格呀，对吧？我现在评测这个时间点呢，价格还没公布，那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它应该卖多少钱啊？这个机器在我看来，如果能卖6000以下，那就值得考虑。你别看到 ROG 你就怕它败家了啊！咱们还是得抱点希望的，毕竟 ROG 今年也确实是出了几个持家的产品的嘛，那就希望下一个持家的是这一台掌机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 ROG 掌机评测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你觉得这期视频有没有用呢？如果你觉得做的还不错的话，一定要长按点赞，一键3连支持我们，也别忘了关注我们极客湾的频道，也别忘了来我们淘宝店极客湾店看看各种周边，比如说我们卖的 T 恤，还有鼠标垫各种周边啊。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